林若琴请假的时候，办公室里正忙得一团乱。同事小周抱着一摞报表从他桌前经过，见他在请假系统里填日期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若琴姐，你下午真走啊？这个月结算还没完全对完呢。林若琴看着荧幕上那行请假原因，手指停了停，最后只写了4个字：家中有事。他笑了笑，说走半天，明早我早点来补。小周把报表往怀里紧了紧，眨眨眼说：是不是姐夫今天回来啊？林若琴脸上的笑意一下子柔了下来。哈，他出差半个月了，下午的飞机我去接他。小周立刻露出一副懂了的表情，故意压低声音说：难怪今天穿这么好看，姐夫有福气啊。出差回来还有人专门去机场接。林若琴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米色风衣，其实这件风衣已经买了3年，并不是什么新衣服，只是她昨晚特意熨了一遍，腰带也重新系得整整齐齐。她还少见的涂了口红，颜色很淡，却让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。她今年36岁，和丈夫陈志远结婚9年，这9年里，她很少给自己打扮得太精致，不是不爱美，而是生活一层层压下来，房贷、车、带孩子的学费，双方父母的体检费，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，哪一样都比口红和衣服更急。她总觉得日子过久了，夫妻之间不必再讲那些形式。可这次不同，陈志远出差半个月，去邻省参加一个项目培训，临走前说那边安排紧，可能没时间。天天打电话，林若琴嘴上说工作要紧，心里却还是惦记。半个月里，她回消息越来越慢，有时候她晚上10点发，一句忙完了吗？她到第2天早上才回刚醒，昨晚累睡着了。她问他吃的好不好，他说还行。她问他哪天回，他说19号下午。他说我去接你吧，他回了一句不用折腾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林若琴当时盯着那句不用折腾看了很久，她知道陈志远这个人一向怕麻烦别人，刚结婚那会儿，他加班到深夜，也不肯让他下楼等，总说外面冷，你睡你的。可那时候，他还是会披着外套偷偷下楼，站在小区门口等他。他看见他，嘴上责怪，眼里却全是笑。后来日子忙了，孩子出生了，2个人像被推上同一条流水线，一天接一天往前赶。陈志远回家越来越晚，林若琴也越来越少等他。他不是不想，而是等不起。孩子陈安安今年7岁，刚上1年级，每天放学接送辅导作业，洗澡哄睡，第2天还要早起做早餐。陈志远在一家设备公司做业务主管，平时应酬多，出差多，家里的琐事几乎全落在林若琴身上。很多时候林若琴也会委屈，可每次看见陈志远疲惫地靠在沙发上，看见他手机里一条接一条客户消息，他又把话咽了回去。他想夫妻不就是这样吗？一个人主外，一个人多担些，家里谁都不容易。这次他出差，林若琴本来也没打算去接，直到前一天晚上，陈安安抱着爸爸出差前买的小熊玩偶，忽然问他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想我们啊？林若琴愣了一下，问怎么会这么想？陈安撅着嘴说，他都不跟我视频，也不听我背课文。林若琴摸着女儿的头，心里一酸，她给陈志远发消息，安安想你了，明天回来早点。到家那边隔了20分钟才回，知道了就这3个字。林若琴看着手机，说不出是失落还是疲惫。她想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决定去机场接他。
他想，夫妻之间有些感情，不能总靠回忆撑着，该主动的时候，还是得有人先走一步。中午12点半，林若琴把工作交接好，拎着包离开公司。她先去附近的蛋糕店买了一个小蛋糕，陈志远不爱吃太甜的，她特意选了栗子味，让店员少放奶油。她还买了一束向日葵，没有玫瑰那么张扬，却很明亮。店员问她宋先生吗？林若琴点点头。店员笑着说，您先生一定很幸福。林若琴抱着花站在店门口等车，秋风从街口吹过来，把她耳边的碎发吹乱。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向日葵，心里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弄这些，陈志远会不会笑？她可是转念一想，笑就笑吧，生活已经够硬了，偶尔软一下也没什么丢人的。去机场的路上，他给陈志远发了一条消息，你到哪了？这次他回得很快，飞机快落地了，你在忙吗？林若琴看着手机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他没有说自己在路上，只回了一句盘，在公司。他想给他一个惊喜。车窗外的高架桥一段段往后退，城市灰白的楼群在阳光下显得安静。林若琴抱着蛋糕和花，脑子里不由自主想起很多年前，那时候她和陈志远刚谈恋爱，陈志远还只是个普通销售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骑着电瓶车来接她下班。冬天风很大，他把自己的围巾摘下来给她围上自己，冻得鼻尖通红。那时候他说，若琴，我现在没什么本事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他信了。后来他们租过潮湿的小单间，吃过连续1周的番茄鸡蛋面，也因为交不起取暖费，在被窝里抱着热水袋取暖。最苦的时候，陈志远1个月跑了30几个客户，鞋底都磨破了。林若琴把自己攒了半年的钱拿出来，给他买了一双皮鞋。陈志远当时眼圈红了，拉着他的手说，以后我一定对你好。林若琴想起这些，眼眶微微发热。他不是没怨过他，怨他这些年把所有耐心都给了客户，把坏脾气留给家里。怨他回家后总抱着手机，女儿叫他3声，他才抬一下头。怨他忘了他生日，忘了结婚纪念日，连他感冒发烧那天都只说了一句多喝水。可怨归怨，他始终觉得他们是一路苦过来的夫妻，只要人没变，只要心还在，日子总能慢慢修回来。下午2点40分，林若琴到了机场，航班显示已落地，行李提取中。他站在到达出口外，身边来来往往全是接机的人，有人举着牌子，有人抱着花，有孩子踮脚往里看，也有年轻姑娘一边整理头发一边等待。林若琴忽然有些紧张，她把蛋糕盒放在脚边，又低头整理了一下风衣的领子。想了想，她把口红拿出来补了一点。手机响了一声，陈志远发来消息，我下飞机了，等会儿打车回。林若琴笑着回，不急。她抬头盯着出口，一批旅客拖着行李箱出来。林若琴一眼一眼的找，第一批没有，第二批也没有。她想，也许他行李多，走得慢。过了几分钟，她终于看见了陈志远。他穿着深蓝色夹克，拖着黑色行李箱，背上还斜挎着电脑包。半个月没见，他看起来瘦了些，头发也短了。林若琴刚要扬起手，笑容却忽然僵在脸上，因为陈志远不是一个人出来的，他身边有个女人。那女人看起来30出头，穿着浅灰色针织裙，外面搭了一件白色短外套，头发披在肩上，脸上化着精致的妆。
他手里没有拖行李箱，只有一个小包。陈志远拖着2个箱子，一个黑色的是他的，另一个米白色的明显是那女人的。这本来也可以解释成同事出差半个月，同行回来帮女同事拿一下行李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林若琴这样告诉自己。可下一秒，她看见那女人伸手挽住了陈志远的胳膊，动作自然得像做过很多次。陈志远低头看她，不但没有躲，还笑了一下。那个笑，林若琴已经很久没在他脸上见过了，不是对客户时的客套笑，也不是对家人时敷衍的笑，而是一种放松的，带着一点宠溺的笑。林若琴的手停在半空，怀里的向日葵被他抱得有些变形，花瓣蹭在风衣上，掉下一点细碎的黄色花粉。他站在人群后面，像突然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。机场里明明很吵，行李箱滚，轮声，广播声，孩子喊爸爸的声音，接机人群的笑声，全都在耳边响。可他却像什么都听不见了，他只看见陈志远和那个女人并肩往外走。女人不知道说了什么，陈志远抬手在她头上轻轻揉了一下，那动作太亲密了，亲密到林若琴连替他找借口的力气都没有。他忽然想起半个月里那些回得很慢的消息，想起他说培训很忙，想起他说晚上累得倒头就睡，想起他问要不要视频时，他说宿舍里不方便。宿舍林若琴低头看着手里的蛋糕，心里一阵发冷。到底是宿舍不方便，还是有人不方便？他没有立刻冲上去，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哭着质问，他只是本能的往旁边退了一步，藏到一根柱子后面。那一刻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躲，或许是太突然了，或许是他还没有准备好。在这么多人面前承认自己9年的婚姻，竟然如此难堪。陈志远和那女人从他前面走过，距离近到他甚至能听见他们说话。女人声音很轻，带着一点撒娇，你真的不用回公司吗？陈志远说不用，今天刚回来，领导知道我累。女人笑了笑，那你先送我回去。陈志远说，当然，箱子这么重，总不能让你自己搬。女人低声说，你老婆不会发现吧？林若琴的心狠狠一缩。陈志远沉默了2秒，声音压低，他今天在公司忙得很，不会知道。再说了，就算知道，我们同一班飞机，也可以说是同事。女人又问，那晚上呢？陈志远说，我先回家吃个饭，看看孩子，晚点再找借口出来。女人嗔怪道，每次都是晚点，你就不怕我生气？陈志远笑着说怕，所以这不是先送你吗？林若琴的指尖冰凉，她靠在柱子后面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原来他不是不会温柔，只是温柔不给他了。原来他不是太累，只是回家让他累。原来他不是忙到没时间回消息，只是回他的消息对他而言已经是负担。他低头看见自己的手机，荧幕还亮着，停在和陈志远的聊天框。最后一句是他发的，不急多可笑。他抱着花，拎着蛋糕，提前请假，穿过半个城市来接他，怕他出差辛苦，怕他没吃好，怕他回家冷清。而他一边跟别的女人亲密地走出机场，一边笃定地说，他在公司不会知道。林若琴忽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，她想哭，却哭不出来，眼泪像被冻住了，卡在眼眶里，怎么也掉不下来。陈志远和那女人走远了，林若琴站在原地很久，直到身边的保洁阿姨轻声提醒她，姑娘，你这蛋糕要掉了。
他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自己一直用力捏着蛋糕盒的提手，盒子被勒得歪了一角。他勉强笑了笑，说谢谢保洁阿姨，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他怀里的花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后只是摇摇头，走开了。林若琴没有追出去，她慢慢走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，把花和蛋糕放在身边。她拿起手机，指尖颤抖着打开相机，刚才那一幕太突然，她没有拍下来。现在追出去也许还来得及，可她坐在那里却一动不动。她脑子里乱成一团，她想起女儿今晚还在等爸爸回家。早上陈安安出门前还把自己画的一张画塞给她，说妈妈，爸爸回来，你给他看，这是我们一家3口。画上有蓝天，有房子，有3个笑脸小人。陈安安把爸爸画得最高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小箱子。林若琴想到那张画，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。如果他现在冲出去把花砸在陈志远脸上，当着那个女人质问他，然后呢？陈志远会慌，会解释，会狡辩，会说他误会了。也许那女人会装无辜，也许周围人会围观。事情闹大后，最受伤的还是孩子。可如果他不问，难道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吗？这9年他忍过很多，他忍他加班不回家，忍他忘记纪念日，忍他把家务推给他，忍他在他累到崩溃时说一句你别这么矫情。他以为那些都只是婚姻里的磨损，可出轨不是磨损，是背叛，是他把他们共同搭起来的家亲手撕开一道口子。林若琴闭了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她没有立刻打电话给陈志远，而是打开打车软体，定位机场出口。几分钟后，她坐上车，司机问她去哪儿，林若琴报了自家小区的名字。车开出机场时，她看见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，陈志远正在把米白色行李箱放进后备箱。那女人站在旁边，等他放好后，陈志远替他拉开副驾驶的门。女人坐进去前，忽然踮起脚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陈志远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那笑容刺得林若琴眼睛发疼，她立刻拿起手机，隔着车窗拍了一张。画面不算清晰，但足够看出2个人的姿势。拍完后，她把手机按灭，整个人靠在座椅上，像被抽走了力气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多问，只把车开得很稳。回家的路比来时长了很多，明明是同一条高架，同一片楼群，林若琴却觉得整座城市都陌生起来。她想起1年前，陈志远开始频繁出差。起初，他没有怀疑公司业务扩张出差本来就是常事。每次他回来，都会给女儿带一点小玩具，有时是拼图，有时是发夹，也会给她带些特产。可后来，那些小玩意儿越来越少，他回家的行李箱里不再有给他和女儿的东西，反而多了几件他没见过的新衬衫、新领带，甚至还有一瓶男士香水。他问他怎么忽然买香水了，他说见客户总要注意点形象。他信了。再后来，他开始嫌他唠叨。他说安安，数学作业总错，你晚上能不能陪他讲讲？他说我在外面累一天，回来还要当老师吗？他说家里水管漏了，你明天能不能请师傅看看？他说这点小事你自己不能处理吗？他说周末一起去看看我妈吧，她最近血压不稳。他说我周末有应酬，你自己去。那时候林若琴心里有火，但还是忍了。她总觉得男人到中年，压力大，脾气变差，也许只是累。可现在她明白了，
一个男人的耐心不是忽然消失的，他只是转移了地方，给了别人，就不够给家里了。到了小区门口，林若琴付了车费，她没有立刻上楼，而是去了小区旁边的垃圾桶。她站在那里，看着怀里那束向日葵，花开得很好，明亮热烈，像她今天早上还残留的期待。她抬手想扔掉，却又停住，最后她把花放进包装袋，连同蛋糕一起提回了家。不是舍不得，是她忽然觉得，错的不是花，也不是蛋糕，错的是那个不值得的人。家里很安静，陈安安还没放学，林若琴把蛋糕放进冰箱，把花插进花瓶里，倒了点水，向日葵摆在餐桌上，明亮的有些刺眼。她换下风衣，洗了把脸，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，眼睛发红，但没有哭。她盯着自己看了很久，她想起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女人遇到事最怕的不是苦，是慌一慌就把底牌全亮给别人看了。林若琴以前不懂，现在懂了，她不能慌。她还有孩子，还有房子，还有这些年一起攒下的存款和债务。她不能只凭一口气就把事情撕开，然后让自己和女儿被动承受所有后果。她要先弄清楚陈志远和那女人到底多久了，他给了对方多少钱，这个家里哪些东西还安全。想到这里，林若琴忽然打开书房抽屉，家里重要证件平时都放在里面，房产证、结婚证、户口本、保险合同、银行资料，她一份份拿出来，拍照备份，存进云盘，又把原件重新放好。接着她打开电脑，登录家庭共同使用的网银。她和陈志远婚后有一张共同储蓄卡，平时用于还房贷和家庭开支。陈志远工资高一些，每月会往里赚一笔钱，他负责具体支出。林若琴查了最近半年的流水，刚开始她只是想看看有没有异常，可越看心越沉。从5个月前开始，陈志远每月都会有几笔转账，金额不大不小，2000万、3000，最多一次12000。收款人名字是周曼。林若琴盯着这个名字，手指冰冷。周曼她完全不认识。转账备注有时是报销，有时是资料费，有时干脆空着。如果只看1-2笔，确实像工作往来。可连续5个月，每月都有，甚至在陈志远出差期间还转过2次，一笔是3600，备注房租，另一笔是5200，备注生日快乐。林若琴看见生日快乐那4个字时，胸口像被刀扎了一下。她今年生日那天，陈志远忘了他那晚做了一桌菜，等他回来，陈志远10点多进门，身上一股酒味，看见桌上的菜，只说了一句怎么还没收。都凉了，他提醒他，今天是我生日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后不耐烦地说，最近太忙了，回头补你。那个回头至今没有来，可他记得周曼的生日，还赚了5200。林若琴忽然笑了一声，笑声很轻，却比哭还难听。他把流水截图保存，又把转账记录逐一下载。做完这些，他听见门外传来小孩的脚步声和药吃声，陈安安放学回来了。林若琴迅速关掉页面，起身去开门。妈妈陈安背住书包，扑进来，第一句就问爸爸回来了吗？林若琴蹲下来替他摘书包，声音尽量平稳，还没呢，应该快了。陈安有点失望，又很快看见餐桌上的花，眼睛一亮，哇，妈妈，这是爸爸送你的吗？林若琴怔了一下，她看着那束向日葵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几秒后，她摸摸女儿的头，
说不是，是妈妈买给自己的。陈安安歪着头问为什么要买给自己。林若晴看着女儿清澈的眼睛，心里某个地方忽然软了一下。她说，因为妈妈今天辛苦了，辛苦的人也可以奖励自己。陈安安似懂非懂的点头，然后跑去冰箱找水喝。林若晴站起身，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忽然有了决定。不管陈志远做了什么，她不能让女儿在大人的争吵里被撕扯，她要把事情处理得清清楚楚。傍晚6点半，陈志远回来了，门锁响起时，林若晴正在厨房炒菜。陈安安第一个冲到门口，爸爸陈志远刚进门，女儿就扑了上去。她弯腰抱了抱孩子，笑着说，哎呦。又中了陈安安，抱着她的脖子问爸爸，你给我带礼物了吗？陈志远动作一顿，随后从包里翻出一个小盒子，带了看，看喜不喜欢。那是一个普通的发夹，粉色塑料包装，机场便利店里随处可见的款式。陈安安却很高兴，立刻拿着跑去镜子前比。林若晴站在厨房门口，安静地看着陈志远，他看见他表情没有任何异常。回来了，林若晴先开口尝，陈志远放下行李箱，揉了揉肩膀，说累死了。这半个月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。林若晴问培训很忙吗？陈志远脱外套的手停了一瞬，很快又恢复自然。忙啊，每天开会，晚上还要整理材料，回酒店倒头就睡。林若晴看着他，轻声问，不是住宿舍吗？陈志远愣了一下，什么？你之前说宿舍不方便视频。陈志远笑了笑，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说法哦，说习惯了。培训中心安排的房间跟宿舍差不多，2个人一间。林若晴点点头，没有追问。陈志远走到餐桌旁，看到花瓶里的向日葵，随口问谁送的花。林若晴说我买的。陈志远笑了一声，语气里带着一点不以为然。都多大年纪了，还买花浪费钱。林若晴看着他，心里最后一点温热也慢慢冷下去。同一个男人，下午还能替别的女人拉车门，帮他提箱子，笑着哄他别生气。晚上回到家，看见妻子给自己买一束花，只觉得浪费钱。他忽然很想问他，陈志远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可他忍住了。饭桌上，陈志远像往常一样吃饭，问了几句孩子学习，又抱怨这次出差吃不好，睡不好。林若晴一边给女儿夹菜，一边平静地听着。他发现，一旦心里有了答案，再听他的谎话，反而不会那么痛了。就像看一个不熟练的演员在台上表演，台词漏洞百出，表情却还自以为自然。吃完饭，陈志远坐在沙发上看手机。陈安安拿着自己画的画跑过去，爸爸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，一家3口。陈志远接过来看了一眼，敷衍地说，画得不错。陈安安期待地问爸爸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陈志远的眼睛还停在手机上，手机荧幕亮了一下，林若晴站在不远处，清楚地看见弹出的消息，周曼到了吗？陈志远几乎是立刻把手机翻了过去，动作很快，快到连陈安安都抬头看了他一眼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陈志远笑了笑，没事，工作消息。林若晴低头收拾碗筷，没有说话。晚上9点，陈安睡了，林若晴从儿童房出来，见陈志远正换衣服，他问这么晚还出去。陈志远背对着他，套上外套，公司有点事，临时开个会。林若晴靠在门边，语气平静，刚出差回来，不能明天再去吗？陈志远皱了皱眉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，你不懂，
项目刚结束，很多材料要交，别什么都管行不行？林若晴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陌生。以前的陈志远，哪怕再累，出门前也会说一句，你早点睡。现在他只怕他多问一句，他点点头行，你去吧。陈志远大概没想到他这么好说话，反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我可能晚点回，林若晴说，路上小心。陈志远拿起车钥匙出了门，门关上的瞬间，林若晴立刻走到窗边，他看着楼下那辆车，亮起灯，开出小区。几分钟后，他拿起手机，打给了住在隔壁楼的好友许佳宁。电话接通，许佳宁还在哄孩子睡觉。若晴怎么了？林若晴的声音很低，佳宁，你明天有空吗？许佳宁听出他语气不对，立刻问出什么事了。林若晴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，沉默了几秒，我可能要离婚了。电话那头一下安静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许佳宁才压低声音问陈志远出事了。林若晴说，我今天去机场接他，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。许佳宁倒吸一口冷气，你确定吗？林若晴闭了闭眼，我听见他们说话，也拍到了照片，还查到他给那女人转过钱。许佳宁立刻说，你别冲动，先把证据留好，明天我陪你去找律师。林若晴了了一声，挂电话前，许佳宁又说，若晴，你听我一句，这种时候你越冷静，越能保住你和安安，别怕，我陪你。林若晴握着手机，终于掉下了第一滴眼泪，不是因为陈志远，而是因为在他最难堪的时候，还有人站在他身边。那一夜，陈志远凌晨1点多才回来，他以为林若晴睡了，轻手轻脚的进门，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女士香水味。林若晴躺在床上，背对着他，眼睛睁得很大。陈志远洗完澡躺下，很快睡着了，他的呼吸平稳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林若晴却一夜没睡，她听着身边这个男人的呼吸，想起他们刚结婚时挤在出租屋里的夜晚，那时候两人也睡在一张床上，外面下着雨，屋顶漏水盆子，接水滴答响。陈志远把她抱在怀里，说，若晴，以后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房子，有孩子，有热热闹闹的家。如今房子有了，孩子有了，家也有了，可他不想要了。天快亮时，林若晴终于做了一个决定，她不会哭着求他回头，也不会把自己变成怨妇，在他面前歇斯底里。如果他背叛了婚姻，那他要做的不是崩溃，而是清醒。他要把属于他和女儿的东西一分不少的拿回来。第二天上午，林若晴照常送女儿上学，照常去公司。不同的是，她包里多了一个文件袋，里面装着结婚证、影印件、房产资料、银行流水截图，还有那张机场照片。中午休息时，许佳宁在公司楼下等她，两人一起去了律师事务所。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孟的女律师，40多岁，说话干脆，眼神很稳。林若晴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孟律师听完没有立刻评判，只问了几个关键问题。房子婚前还是婚后买的？婚后买的，首付一部分是我父母出的，一部分是我们共同存款。房贷一直婚后还，车您婚后买的，登记在他名下。存款大概多少？共同卡里还有10几万。另外他自己名下，我不清楚孩子谁主要照顾，一直是我。孟律师一边记录，一边说，你现在做的对，没有打草惊蛇。接下来不要急着摊牌，先固定证据，尤其是财产和转账记录。如果能证明
他用夫妻共同财产给第三者花费，离婚时可以主张返还。林若琴问，如果他不承认出轨呢？孟律师看着他，很多人都不承认，所以证据要靠你自己慢慢收。鸡蛋你也要记住，离婚不是为了证明你受了多少委屈，而是为了把以后的路铺好。你要想清楚2件事，第一，孩子抚养权你要不要争？第二，财产底线在哪儿？林若琴没有犹豫，孩子，我要。孟律师点头，孟你这段时间更要稳，不要在孩子面前吵，不要冲动搬出去，不要随便签任何东西。还有留意他是否有转移财产的迹象。林若琴记得很认真。从律所出来，许佳宁陪他坐在街边长椅上，秋天的风从树梢吹过，落叶一片片落下来。许佳宁递给他一瓶水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？林若琴看着远处的人流，声音很轻，却很稳，等我把该查的都查清楚。许佳宁点点头，又忍不住问，要是他哭着求你原谅呢？林若琴沉默了。如果是昨天之前，他也许会心软。他会想，孩子还小，家不能散。他会想，他也许只是一时糊涂。他会想，9年感情，总不能说不要就不要。可是昨天在机场，他亲耳听见他跟周曼说，先回家吃个饭，看看孩子，晚点再找借口出来。那句看看孩子，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。原来对他而言，家已经不是家，妻子只是障碍，孩子只是顺便看看。他低头喝了一口水，慢慢说，佳宁，我不是没给过他机会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给。许佳宁没有再劝。当天晚上，林若琴回到家，陈志远比他先到，他坐在沙发上打电话，语气不耐烦，我知道了，这事你别催，我会处理。见林若琴进门，他立刻挂断电话。林若琴像没看见一样，换鞋放包进厨房做饭。陈志远走过来问，昨晚我回来你睡了？林若琴说，烦他又问，你今天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林若琴淡淡的说，可能没睡好。陈志远站在厨房门口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手机又响了。他看了一眼，走到阳台接电话。隔着玻璃门，林若琴听不清他说什么，只能看见他的表情慢慢变得烦躁。几分钟后，他回来说，公司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，我明天可能还得出差2天。林若琴正在切菜，刀落在案板上，声音很稳。去哪？陈志远说，还是上次那边。林若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刚回来又去。陈志远皱眉，工作需要，我也不想。林若琴低下头，继续切菜。票定了吗？还没等会定。林若琴腾了一声，那你注意休息。陈志远似乎松了口气。他不知道，林若琴握着菜刀的手心已经全是冷汗。因为就在他说要出差前5分钟，他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短信只有一句话，你是陈志远的妻子吧？我们谈谈。下面还附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一张租房合同的局部。林若琴盯着那张照片，手指一点点收紧。紧急联系人陈志远，关系丈夫，这2个字像一巴掌重重扇在他脸上。他和陈志远结婚9年，户口本上明明白白写着夫妻关系，家里的房贷一月月还着，女儿一天天长大。可在另一份租房合同上，他竟然也成了别人的丈夫。那一刻，林若琴忽然觉得可笑，原来有些男人的承诺真的可以廉价到一张纸上随便填。他没有立刻回短信，锅里的菜还在炒，油烟机嗡嗡响着。陈志远坐在客厅，若无其事地陪女儿，
看动画片。陈安安不知道大人世界的裂缝，还抱着陈志远的胳膊说，爸爸，星期五学校有亲子活动，你能不能来？陈志远眼睛盯着手机，随口说，星期五啊，爸爸不一定有空。陈安安失望地低下头，可是别的小朋友爸爸妈妈都去。陈志远皱了皱眉，爸爸要工作，不能天天围着你转。林若晴站在厨房里，听见这句话，眼眶突然酸了一下。以前她总替陈志远解释，爸爸忙，爸爸辛苦，爸爸赚钱养家。可现在她才知道，孩子等不到的那些陪伴，并不全是被工作拿走的，是被另一个女人，被另一个租来的小家，被那些见不得光的温柔拿走了。吃饭时，气氛和平常一样，陈志远抱怨项目难做，说客户难缠，又说自己最近压力大，胃不舒服。林若晴给他盛了一碗汤，那就多喝点。陈志远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有些意外。这段时间，林若晴太安静了，安静的让他有些不习惯。他原以为他会像以前那样问东问西，问他出差住哪里，问他为什么又要走，问他周五能不能陪孩子。可他什么都没问，这种安静让他心里隐约不踏实，但他又很快把这种不踏实压了下去。在他心里，林若晴一向是个顾家的女人，她舍不得孩子，也舍不得这个家，就算有时候闹脾气，最后还是会把饭做好，把衣服洗好，把老人孩子照顾好。他甚至有点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离不开他。吃完饭，林若晴照常收拾厨房，陈志远回房间收拾行李，说明天一早的高铁。林若晴洗完碗，把手擦干，终于回了那条陌生短信，你是谁？对方很快回了过来，我叫周曼。林若晴看着这个名字，心里反而平静下来。他问你想谈什么？周曼回谈。陈志远谈他欠我的，也谈你该让出来的位置。林若晴看到最后几个字，忽然笑了，他没有回。几秒后，周曼又发来一条，明天下午2点，南城商场2楼咖啡厅，你不来，我就去你女儿学校找你。林若晴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，她盯着那句你女儿学校，眼神一点点冷下来。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把孩子牵扯进来。林若晴回了一个字好。第二天上午，陈志远拖着行李出门，临走前，他站在玄关处，对林若晴说，这2天家里你多看着点，我手机可能不方便接。林若晴问，为什么不方便？陈志远愣了一下，随后不耐烦地说，开会啊，不是跟你说了项目很急吗？林若晴点点头，知道了。陈志远看着他平静的样子，心里那种不安又冒了出来。他试探着问，若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林若晴替他把门打开，没有，路上小心。他语气太自然，陈志远也就没再多想。门关上后，林若晴没有像往常一样去阳台看他。下楼，他走到书房，把昨晚整理好的证据又复制了一份，放进新的资料夹里。接着，他给孟律师发消息，说周曼约他见面，并把短信截图发了过去。孟律师很快回复，可以去，但不要发生肢体冲突，不要辱骂威胁，最好录音。他如果承认与你丈夫的关系，或者承认收过你丈夫的钱，都是有用信息。另外，涉及孩子安全的威胁也要保留。林若晴回了一句明白。下午1点半，林若晴到了商场，她没有急着进咖啡厅，而是在附近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打开手机，录音放进包里。2点整，她走进咖啡厅，周曼已经到了，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穿着一件米白色外套，
和那天机场穿的风格很像，妆容精致，头发打理得很柔顺，手边放着一杯咖啡，姿态看上去很从容。看见林若琴，他上下打量了一眼，嘴角轻轻一勾。你就是林若琴？林若琴在他对面坐下。我是周曼，笑了笑，比我想象中普通。林若琴没有生气，只淡淡问，你找我不是为了评价我的长相吧？周曼脸上的笑意收了收，他没想到林若琴这么平静。在他预想里，原配妻子见到自己，不是哭就是骂，最好当场失控，这样他就可以站在受委屈的一方，回头告诉陈志远，你老婆太可怕了。可林若琴太安静，安静的像来谈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。周曼搅了搅咖啡，开门见山，我和志远在一起1年多了。林若琴看着他，1年多这个时间比他想象的还长。1年前，陈志远刚升业务主管，开始频繁外出应酬。那时候，林若琴还替他高兴，觉得他终于熬出头了。原来升职后，他第一个要犒赏的，不是陪他吃过苦的妻子，而是外面的新鲜感。周曼继续说，他早就不爱你了，只是看在孩子份上，才一直拖着没有离婚。林若琴平静地问，这是他亲口跟你说的？当然，周曼说，他说你这个人无趣，整天只知道孩子房贷、柴米油盐。他说和你在一起压抑，回家像上班。林若琴垂下眼，他没有否认。这些话确实像陈志远能说出来的，因为他忘了，所谓柴米油盐，本来就是2个人的生活，只是他把这些都扔给了他，然后反过来嫌他身上都是生活的灰尘。林若琴抬眼问，那你今天找我，是想让我离婚？周曼往后靠了靠，对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叠东西，推到林若琴面前。这是我和他的聊天记录照片，还有他给我租房子的合同，你自己看看。他不是一时糊涂，他是真想和我过。林若琴没有拿他，只问了一句，你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吗？周曼脸色微变，知道又怎么样？他们夫妻感情早就没了，我不是破坏你们，是你们的婚姻本来就名存实亡。林若琴看着他，声音很轻，一个女人明知道对方有家，还让他在租房合同上写自己是丈夫，这叫什么？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周曼脸上挂不住了，她冷笑一声，林若琴，你别在这里端着，你不就是舍不得钱吗？志远说了，房子可以给你和孩子住，但你别太贪，男人心都不在了，你守着一张结婚证，有意思吗？林若琴看着他，这些也是他说的。周曼抬起下巴，是林若琴心里最后一丝犹豫，彻底断了。如果陈志远只是出轨，他还能把他看作一个犯错的丈夫。可如果他已经和周曼商量好，想让他带着孩子，守着房子，自己去外面另过日子，还要防着他分财产，那这段婚姻就不只是背叛，而是算计。林若琴拿起桌上的资料，翻了几页，照片里有陈志远和周曼在外面吃饭的，有2人牵手逛街的，还有一张是在出租屋里，背景是沙发和落地灯。聊天记录里，陈志远叫他曼曼，他说等我把家里的事处理干净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。他说他离不开我，不敢闹大，他说孩子还小，抚养权多半会给他，我正好省心。林若琴看到这句，指尖微微一抖，省心原来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在他口中成了省心的负担。周曼见他脸色终于变了，以为自己占了上风，他语气放软了一点，带着施舍般的意味。其实我今天来，也不是非要跟你吵，你只要识相点，
大家都好看。你开个条件，别太过分，志远会给你补偿。林若晴把资料放回桌上，补偿他看着周曼，一字一句问，补偿我9年的婚姻，补偿我一个人生孩子、带孩子，补偿我替他照顾老人、还房贷，补偿我把青春和精力都放进这个家，最后换来你坐在我面前，让我识相。周曼皱眉，你说这些没用，男人不爱你了，就是不爱了。林若晴点点头，这句话你说的没错。周曼一愣，林若晴接着说，所以我不会挽留他，你放心，我会离婚。周曼眼睛一亮，真的？林若晴看着他，但怎么离？什么时候离？财产怎么分？孩子归谁？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陈志远说了算。周曼脸色沉了下去，你什么意思？林若晴拿起自己的包，慢慢站起来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今天给我的这些东西，我会交给律师。你如果再拿我女儿威胁我，我会报警，也会让你的工作单位知道，你是怎么用一个孩子逼迫别人离婚的。周曼猛地站起来，你敢？林若晴看着他，眼神平静却锋利，你都敢把我丈夫写成你的丈夫，我有什么不敢？说完，林若晴转身离开，她没有回头，走出咖啡厅后，她的腿才微微发软。她扶着商场栏杆站了一会儿，把录音保存发给孟律师。孟律师很快回她，这些资料很有用，接下来不要和周曼单独纠缠，把重点放在财产和孩子上。林若晴回了好。那天下午，她没有回公司，而是去银行查了更多资料。她发现陈志远名下还有一张她不知道的信用卡，近半年消费明显增加，虽然具体明细她查不到，但共同卡转出的几笔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家里的共同存款在最近2个月少了3万。陈志远说是客户垫款，可林若晴对照时间发现，其中一笔正好是在周曼租房合同签署前后。晚上，陈志远没有回家，他说自己到外地了，住在公司安排的酒店。林若晴只回了2个字好的，他没有揭穿，陈志远也乐得他不问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若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生活，送孩子上班，买菜、做饭，整理证据和律师沟通。他开始查自己的收入和支出，计算如果离婚后单独抚养孩子，每个月需要多少钱。他也和母亲打了一通电话，电话里他没有细说陈志远出轨，只说自己婚姻出了问题，可能要离婚。母亲沉默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，若晴，日子是你自己过，妈不劝你忍，也不劝你离，你只记住一点，别委屈孩子，也别把自己委屈没了。林若晴听到这句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以前最怕父母失望，怕他们觉得她没把日子过好，怕他们跟着操心。可真正到了这一步，她才发现，最爱她的人不会问她为什么守不住婚姻，只会问她疼不疼。陈志远3天后回来，这次他带回了一盒点心，放在餐桌上，给你和安安买的。林若晴看了一眼，谢谢。陈志远坐下，清了清嗓子，若晴，我想跟你谈件事。林若晴心里已经有了预感，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坐到他对面。你说。陈志远表情有些沉重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。我们这些年其实都挺累的。林若晴没有说话，她继续说，从安安出生后，你的重心全在孩子身上，我也忙工作，2个人越走越远。很多时候，我回到这个家，觉得喘不过气。林若晴看着他，所以呢？陈志远避开他的眼睛，我觉得
我们是不是该冷静一段时间？林若晴问怎么冷静，陈志远似乎等的就是这句话，立刻说，我可以先搬出去住房子，你和安安住着，我不会让你们没地方去。至于离婚，咱们也不用闹得太难看，安安还小，对外就说性格不合。林若晴心里冷笑，果然周曼已经沉不住气了，所以他也要开始推进了。他问财产呢？陈志远皱眉，什么财产？林若晴说，房子、车、存款，还有婚后共同收入。陈志远脸色变得不太好，若晴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没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吧？房子我让你住，已经很照顾你了，车是我工作用的，肯定不能给你，存款也没多少，还要还贷。林若晴平静地看着他，你说让我住，是房子给我，还是只是让我暂时住？陈志远不耐烦了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现实？房子还有贷款，写着我们两个名字，难道我还能把你赶出去吗？林若晴点点头，那孩子呢？孩子当然跟你。陈志远说得很快，安安从小就是你带，你照顾她比较方便，我会每月给抚养费。林若晴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。他不是不知道孩子需要父亲，他只是觉得麻烦。林若晴问，你每月给多少？陈志远想了想，2000吧。林若晴几乎要笑出声。安安1个月课后托管加兴趣班就不止2000，他吃饭穿衣、医疗教育哪一样不要钱？陈志远皱眉，小孩子哪有那么花钱？你平时别给他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课就行。林若晴看着他，忽然问周曼，知道你只肯给女儿2000抚养费吗？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，陈志远脸色猛地变了，你说什么？林若晴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到桌上，照片里是机场门口，周曼踮脚亲他的瞬间。陈志远盯着照片，整个人僵住。几秒后，他第一反应不是愧疚，而是质问，你跟踪我？林若晴看着他，我去机场接你。陈志远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他大概想起那天自己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眼神明显慌了。若晴，你听我解释。林若晴打断他，不用解释。你说你们是同事，说你帮他拿行李，说他只是情绪激动，我都不想听。陈志远张了张嘴，林若晴又拿出几张截图，这些是你给他转钱的记录，这张是他租房合同上把你写成丈夫，这些是他今天前几天亲手给我的聊天记录和照片。陈志远，我不是来问你有没有出轨，我是来告诉你我都知道了。陈志远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，他伸手去拿那些资料，林若晴却按住了，别碰这些，只是影本。陈志远抬起头，眼神里终于有了恐慌。若晴，你先冷静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周曼只是一时糊涂。林若晴问，一时糊涂？1年多，陈志远说不出话。他又问，一时糊涂到给他租房转钱，叫他慢慢说，等你把家里的事处理干净，就和他光明正大在一起。陈志远脸色越来越白。周曼找你了？林若晴没有回答。陈志远忽然骂了一句，这个女人疯了。林若晴看着他，她疯不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准备怎么处理。陈志远立刻说，我跟他断，我马上跟他断。若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就是那段时间压力太大，他又总是安慰我，我一时没把持住，你相信我，我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。林若晴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几天前他还说和他生活喘不过气，要冷静，要离婚。现在证据摆在桌上，他又说心里有家。
他的家原来只在他害怕失去利益的时候才会想起。林若晴问你，是怕失去这个家，还是怕离婚时少分财产？陈志远表情一僵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林若晴反问，那我该怎么想你？陈志远沉默了，屋里的空气像凝住了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低声音，若晴，就算我做错了，你也要想想，安安她还这么小，不能没有爸爸。林若晴听到这句，心里反而更冷。出轨的时候，她没想过孩子；半夜找借口出去的时候，她没想过孩子；和周曼商量离婚，只肯给2000抚养费的时候，她也没想过孩子现在要她原谅了。她终于想起孩子了。慢慢说，安安不是不能没有爸爸，他是不能有一个让他妈妈一辈子委屈的爸爸。陈志远被这句话堵得说不出来。林若晴把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草案放到桌上。我已经找过律师，我的要求很清楚，孩子归我，你按收入比例支付抚养费，教育医疗费另算。房子属于婚后共同财产，首付中我父母出资部分需要认定，车和存款依法分割。另外，你婚内给周曼转出的共同财产，我会要求追回。陈志远猛地站起来，你太狠了吧！林若晴抬头看他，我狠他的声音不高，却让陈志远莫名心虚。你用夫妻共同财产养别的女人时，不狠；你让他在租房合同上写你是丈夫时，不狠；你算着让我带孩子，自己只给2000抚养费时，不狠。现在我只是依法分割，你说我狠？陈志远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开始烦躁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若晴，我承认我对不起你，可你也不能把我逼死吧？公司要是知道这些事，我还怎么做人？周曼那边我会处理，你给我点时间。林若晴说，我给过你9年时间。陈志远停下脚步，他继续说，这9年里，我不是没委屈过，不是没想过和你好好谈，可每次我一开口，你就说我不懂，你说我矫情，说我管太多。陈志远，不是我不给你时间，是你把所有机会都用完了。这一晚，两人谈到很晚，准确的说，是陈志远求到很晚。他从最开始的辩解，到后来的道歉，再到最后搬出父母和孩子。他说安安需要完整，低加他说老人受不了刺激，他说自己只是一时走错路，他甚至红着眼睛说若晴，我们那么苦的过来了，你真的忍心就这样散了吗？如果换成以前，林若晴或许真的会心软，可现在她只觉得讽刺。能把9年感情挂在嘴边求原谅的人，当初背叛的时候怎么没想起那9年？凌晨，林若晴站起身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协议，能谈就协议，离婚谈不拢我们就走。诉讼。陈志远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像老了好几岁。林若晴回房间前，最后说了一句，这几天你睡客房，还有不要在安安面前演戏，我不想她害怕。第二天，陈志远没有去公司，他给周曼打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就劈头盖脸的骂你是不是有病，你找他干什么？周曼在电话里哭，你不是说会离婚吗？你拖了1年多，现在还怪我。陈志远压着声音，你把那些东西给他，是想害死我吗？周曼也怒了，陈志远，你别忘了，房子是你租的，钱是你转的，话是你说的，现在出事了，你想把我甩干净，没那么容易。林若晴站在厨房门口，听见客房里隐约传出的争吵，没有任何表情。她甚至有些庆幸，有些感情从见光那一刻起就开始烂了。周曼原以为自己是被偏爱的人，
等事情闹开，才发现陈志远最爱的永远是他自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志远日子很不好过，周曼不肯善罢甘休，不停打电话发消息，公司那边也出了问题。原来周曼是合作方临时聘用的项目助理，两人的关系在项目期间早就有人察觉，只是以前没闹大，大家当作不知道。如今周曼一气之下，竟然把两人的部分聊天记录发给了陈志远的同事，还暗示他利用项目报销给自己花钱。消息很快传开，公司领导找陈志远谈话，要求他说明情况。陈志远回家时脸色灰败，他一进门就对林若琴说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李若琴正在陪陈安写作业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什么？陈志远压低声音，咬牙问，公司那些事是不是你告诉周曼的？林若琴合上女儿的作业本，让安安先回房间看书，等孩子进去，他才说，我没有必要帮周曼，但你们之间的烂账总会有人先开。陈志远气得额头青筋直跳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工作要是没了，抚养费你也拿不到多少。林若琴看着他，那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不是我造成的。陈志远忽然泄了气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抱着童若琴，我真的后悔了。这一次他声音里有真实的疲惫，可林若琴知道，他后悔的不是伤害他，他后悔的是事情失控了，后悔周曼不听话，后悔林若琴不再像以前那样忍，后悔公司知道了，后悔自己的体面保不住了，唯独不是后悔他亲手毁掉了这个家。3天后，陈志远终于同意谈协议，他不是想通了，而是没有退路。公司让他停职配合调查，周曼那边也开始向他索要补偿。两边夹击下，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和林若琴拖。在孟律师的协助下，双方谈了2轮。陈志远一开始仍想压低抚养费，还想保留车子和大部分存款。孟律师把证据一项项摆出来，语气很平稳，陈先生婚姻过，撮合共同财产不当支出都会影响协商结果，继续拖下去对你未必有利。陈志远脸色难看，却不得不让步。最终他同意孩子归林若琴抚养，每月支付抚养费，教育和医疗大额支出按比例另算。房子暂时由林若琴和孩子居住，等市场合适时再处置分割。林若琴父母出资，部分优先返还。车子归陈志远，但需要折价补偿。林若琴一半共同存款，依法分割。陈志远给周曼的部分款项，则由他个人补回。共同财产签字那天，陈志远手握着笔，迟迟没有落下。林若琴坐在对面，神色平静。陈志远看着他，忽然说，若琴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林若琴没有立刻回答，她想起机场那天，自己抱着花和蛋糕，满心期待地站在人群里，想起他牵着别的女人，说他在公司不会知道，想起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家里撑着，撑到自己都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心疼。他慢慢说，回不去了，不是因为我不念旧，是因为你把回去的路堵死了。陈志远眼眶红了，他低下头，在协议上签了字。离婚登记那天，天气很好，林若琴没有穿那件米色风衣，而是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色长裤。陈志远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胡子没刮干净，眼底有很深的青色。办完手续出来，两人站在门口，陈志远看着林若琴，低声说，安安，那边我会慢慢跟他解释。林若琴说，不用你解释，我们大人的错，你只要记得，她还是你的女儿，该见面见面，
该负责负责，不要让他觉得自己被丢下。陈志远点点头声，应沙哑，我知道。林若琴转身要走，陈志远忽然叫住他，若琴。他回头，陈志远看着他，像是想说很多话，最后只说了一句对不起。林若琴看了他几秒，这句对不起如果在很久以前说，也许还能让他流泪，可现在他只觉得很轻，轻的补不了任何破洞。他说收下了，以后各自好好做人吧。说完，他没有再回头。离婚后的第1个月，林若琴过得并不轻松。陈安安起初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不再每天回家，他问过好几次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林若琴每次都蹲下来，看着女儿的眼睛，说不是，爸爸妈妈只是不能一起生活了，但我们都爱你，大人的事情不是你的错。这句话他说了很多遍，说到陈安安从一开始的哭，到后来慢慢接受。周末陈志远来接孩子时，林若琴从不阻拦，也不在孩子面前说他坏话。他知道夫妻关系可以结束，但父女关系不该被他的怨气吞掉。只是陈志远来的次数并不稳定，有时候说好周6上午来，临时又说公司有事。林若琴不再像以前那样替他遮掩，他会如实告诉陈安安，爸爸今天有事来不了。陈安安失望时，他就陪女儿去公园，去书店，去吃一碗热汤面。他不再把所有期待压在那个不可靠的人身上。生活慢慢有了新的秩序，林若琴把家里重新整理了一遍。陈志远留在主卧的旧衣服，他全部打包给他带走。书房里那些他不用的资料，他也分门别类清出去。空出来的角落，林若琴放了一张小桌子，铺上浅色桌布，摆了一盏小台灯，那是他给自己留的地方。晚上孩子睡后，他会坐在那里看书，学习财务管理课程，也接一些兼职报表工作。他以前总觉得自己离不开婚姻，后来才发现，他离不开的不是那个男人，而是稳定感。而稳定感，女人也可以自己给自己。公司里，小周很快发现林若琴变了，她还是那样温和，但眼神里多了一种笃定。以前同事求她帮忙，她总不好意思拒绝，哪怕自己加班到深夜也硬扛。现在她会清楚地说，这部分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，我可以教你一次，但不能替你做完。有人背后说她离婚后脾气变硬了，林若琴听见后只是笑笑，不是脾气变硬，是她终于学会把自己放在心上。半年后，林若琴靠着稳定的工作表现，被调到财务主管助理的位置，薪水涨得不多，但对她而言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那天，她买了一个小蛋糕回家，不是栗子味，而是陈安喜欢的草莓味。母女俩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插着一束新的向日葵。陈安安问妈妈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林若琴想了想，笑着说，是妈妈升职的日子。陈安安立刻鼓掌，妈妈好棒。林若琴切了一块蛋糕给女儿。窗外灯火一盏盏亮起，屋子里很安静，也很暖。她忽然想起半年前那个机场，那天她也买了蛋糕，也买了向日葵，只是那时候她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一个回头的人身上。而现在她终于明白，女人这一生最不该弄丢的，不是婚姻，不是男人的承诺，而是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能力。至于陈志远后来过得并不好，公司调查虽然没有查出他重大违规，但他的名声已经受损，原本准备提拔的机会也没了。周曼和他闹了几个月，最后也分开了。听说分开时，周曼骂他懦弱，
说他既不敢要爱情，也守不住家庭。陈志远没有反驳。他后来搬进一间很小的出租屋，偶尔深夜下班，路过曾经住过的小区。他会把车停在路边，看一眼那扇熟悉的窗，窗里的灯光依旧温暖，只是那盏灯再也不是为他留的。有一次，他送陈安回家，女儿一进门就兴奋地喊妈妈，我今天画了你和我，还有我们的小阳台。陈志远站在门口，忽然发现那幅画里没有他，他心里一疼，却什么都说不出。林若琴接过女儿的书包，对她礼貌地说，今天麻烦你了，语气客气疏离，像对一个熟悉的外人。陈志远看着她，忽然想起很久以前，那个在东叶小区门口等他的年轻女人。他曾经满眼都是她，可她弄丢了，是他亲手弄丢的。他低声说，若琴，你现在看起来过得很好。林若琴淡淡一笑，还行，日子总要往前过。陈志远喉咙哽了一下，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那天你没有去机场，是不是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？林若琴看着他，不会。陈志远愣住，他说，不是我去了机场，婚姻才坏的，是你背叛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坏了。机场那天，只是让我看见真相。陈志远低下头，再也说不出话。林若琴没有再多说，她关上门，转身回到屋里。陈安安正在餐桌前摆画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。林若琴走过去，低头看女儿的画画，上有一个小阳台，阳台上开着几盆花。她和女儿手牵手站在花旁边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桌，桌上放着台灯和一本书。陈安安指着画说，妈妈，这是我们的新家。林若琴笑着摸摸女儿的头，我们的新家。那一刻，她忽然明白，所谓重新开始，并不一定是搬到新的地方，也不一定是遇见新的人，而是在同一间屋子里，把旧的伤痕慢慢收拾干净，把曾经属于别人的位置重新还给自己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林若琴都保留着买花的习惯，不是为了等谁回来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过得多好，只是每次路过花店，她都会想起那天自己抱着向日葵站在机场出口的样子。那时候的她很傻，也很真，她真心想修补婚姻，真心想给丈夫一个惊喜，真心相信苦过来的人不会轻易散。她不再责怪那时候的自己，因为真心没有错，错的是把真心踩在脚下的人。1年后，林若琴带着陈安安去参加学校亲子活动。活动结束时，老师让孩子们上台，说一句最想对家长说的话。陈安安拿着话筒，有些害羞地看向台下，妈妈，我想说你辛苦了。台下响起掌声。林若琴坐在人群里，眼眶一下红了。陈安安继续说，我以前以为爸爸妈妈不住在一起是因为我不乖，后来妈妈每天都告诉我，不是我的错。妈妈还说，一个家不一定要有很多人，但一定要有人好好爱你。妈妈，我也会好好爱你。林若琴捂住嘴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这1年，她忍过很多委屈，熬过很多深夜，扛过很多现实的压力。可在女儿说出这些话的瞬间，她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她站起来，走上台，抱住陈安安，母女俩抱在一起，台下掌声久久没有停。那天晚上回家，陈安安睡着后，林若琴坐在小阳台上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手机里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，若琴，我今天路过你们学校，看见安安上台了，她长大了，你把她教得很好。发信人是陈志远。林若琴看完没有回过去，有很多话
他曾经想听。陈志远说，你辛苦了，你把孩子教得很好，这个家多亏有你。可那时候他吝啬的一句都不肯给，现在他说了，他却已经不需要了。他把手机放下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。阳台上的向日葵在夜风里微微晃动，花瓣明亮，像一盏小灯。林若琴想，婚姻最怕的从来不是平淡，不是争吵，不是柴米油盐磨掉浪漫，最怕的是一个人在努力维持，另一个人却把背叛当成退路，把妻子的信任当成好欺负，把孩子的等待当成理所当然。可女人一旦醒了，就不会永远困在原地，她会疼，会哭，会有很多个睡不着的夜晚，但只要她愿意把眼泪擦干，把心慢慢收回来，把日子一点点重新铺平，她就一定能走出去。林若琴就是这样走出去的。从机场那一幕开始，她失去了一个不忠的丈夫，却找回了一个清醒的自己。多年后，她再想起那天，已经不觉得难堪，她甚至感激那次提前请假，感激那束没送出去的向日葵，感激命运用最残忍的方式，把她从一场漫长的自欺里叫醒。因为人生有时就是这样，有些门关上，不是为了让你站在门外哭，而是提醒你，别再守着错的人，该往有光的地方走了。故事的最后，林若琴坐在小阳台上，那束向日葵在夜风里轻轻晃动。她终于明白，婚姻最怕的不是平淡，不是争吵，不是柴米油盐磨掉浪漫，最怕的是一个人在努力维持，另一个人却把背叛当成退路，把妻子的信任当成好欺负，把孩子的等待当成理所当然。那个曾经抱着花和蛋糕，穿越半个城市去接他的女人，如今学会了把真心收回来，往有光的地方走。我是阿明，一个在深夜里把这些家常冷暖讲给你听的人。有些门关上，不是为了让你站在门外哭，而是提醒你，别再守着错的人，该往有光的地方走了。林若琴用一场机场的惊喜换来了一个清醒的自己。她失去了一段不忠的婚姻，却找回了那个曾经被生活磨损的快要消失的自己。这个故事里最刺眼的不是陈志远的背叛，而是他那句他今天在公司不会知道。他把妻子的信任当成出轨的安全垫。而林若琴最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愤怒，而是他在最痛的瞬间没有撕扯，没有崩溃，而是冷静地转身取证，找律师算清楚每一笔账。因为他知道，女人的体面不是靠男人给的，是靠自己在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能力。如果你也曾在某段关系里真心付出，却换来辜负，或者曾经为了等一个人回头而把自己排在最后，请你记住，林若琴的故事真心没有错，错的是把真心踩在脚下的人。你可以为他奔走过一次，但不必为他停在原地一辈子。点个赞，让更多在关系里装睡的人看见这个故事。评论区聊聊，你有没有过那种满心欢喜去接一个人，却接回一个答案的瞬间？或者你是在哪一刻突然决定不再替不值得的人留灯了？下个故事我们不见不散。